过滤，罗律。喂，到哪儿了？电梯1层。快一点。19层，谢谢。今天方老大情绪特别恶劣。哪种恶劣？10年一遇还是100年一遇？不好意思，超重了。赶紧上来的那种恶劣。哦。咱能下去一个吗？着急上班呢。要不然请您先下去。我，不好意思啊，我又不是最后一个，他是最后一个。顾全大局吧，要不然大家谁也上不去。您为什么不顾全大局做下一趟呢？美女，咱不差这1分钟2分钟了，行吧？我们都有急事。当然差1分钟，如果差1分钟的话，客户可能就会取消订单。真没有急事。我们的确有非常要紧的事儿，所以能不能拜托你乘下一趟？不是这位先生，谁没有要紧的事儿啊？请问？那这是我的名片，请收好。您给我名片什么意思？我知道您是律师，所以您想告诉我说您的工作很重要。虽然您最后一个上来的，但是您要先上楼是吧？不，我是想说，如果你因此丢了工作，你可以找我。我找你干嘛呀？我可以让你老板赔你很大一笔钱。如果你做不到呢？我从来不说自己办不到的事情。谢谢。谢谢。快一点吧，好吗？我们要迟到，谢谢。你要迟到了，谢谢您，谢谢啊。等一下！对不起，干嘛呀？你这是？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们赶时间啊。拜拜。再见。我这餐，你的外卖，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外卖？因为我是丽娜。我知道你是丽娜，我是问你，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外卖？喂，哎，喂，您好，您的外卖。丽娜姐，您的快递。对不起啊，来迟了。我刚刚路上发生了一点意外。什么意外？我上电梯的时候被电梯门夹了一下，这餐就掉到了地上，我就只能回去重新给您做了一份，耽误了您的时间，实在抱歉。这不叫意外，这叫过失。由于你的过失，餐掉到了地上，我可以给你差评。这是意外，不是过失，您千万别打差评。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过失啊？过失是指因疏忽而发生的过错，被电梯门夹到真的不是因为疏忽。好，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认真的想一想，到底是意外，还是过失？意外是指受外来的非本意的料想不到的事件，被电梯门夹。你赢了啊，是意外。对。订单已取消。我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一个教训。不要和驴争辩，即使争赢了，他也会想办法报复你。我并没有取消订单呀。所以你是想让那个送外卖的小姑娘，在发现你没有取消订单的时候，感激涕零地跑回来，而且打心底里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外冷内热。你了解我。不要这样，这是18世纪男人引起女人注意力的方法，现在是21世纪了。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只有变化是永恒的。那也是永恒的。我可以去和你们领导解释。我们是机器审评，你能和机器解释吗？你不会说你们公司除了送餐的是人，其他的都是机器吧？你怎么了？是不是扣你钱了？扣了多少？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赔给你。人家没取消订单呢。没取消。好了，注意安全。你好，刘英美，叫我大刘就好。麦飞，请坐。
坐。服务员，请给这位先生来一杯手冲咖啡。哎，这家手冲不错的，谢谢。对不起，点单要到柜台点。哎，这儿不能点吗？不好意思啊，我们点单都是要到柜台点的。你们有没有一点服务意识？啊，没关系，我不喝了。请给这位先生来一杯手冲咖啡。手冲咖啡，请到柜台点。我投诉你们。哎，对不起啊，你去忙吧。我不喝咖啡。你不喝咖啡，你喝什么呀？我们律所就在楼上。哦，我知道。是有一些话，我觉得在律所里谈不太方便。有什么话你就当面说吧。肯定可以讨回公道的。我回头让朋友帮你写一个律师函。哦，然后你把你爸的工作单位啊、地址啊什么发给我，还有你爸的一些材料、个人信息什么的。行，没问题，我到时候给你列个单子呗，你准备好了给我就行。行。好，拜拜。你有搭人家什么事儿了？就是帮人家发个律师函。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添麻烦呀？你还想帮我忙啊？律师函我写，你那么一发就行了。那是要负责任的。我不会跟你惹事的。还不会给我惹事儿？就门口那个，要不是因为你求我，你说他特别可怜，没钱打官司，那我才懒得理他呢。行了行了，美薇她心情不好，任小年找了好多水军，天天微博上骂她呢。我就是没钱，我要是有钱，我也找好多水军上微博上骂他去。他就那么一人，你做什么他都觉得是应该的，不但得无偿免费，还得把所有事情做到他满意为止。哎，你赶紧跟他说一声，让他换一个律师吧。你让他换谁去啊？他没钱。再说了，哪个律师肯一分钱不收给他做代理啊？你们律师不都是要钱的吗？对啊，谁给钱替谁说话呗。对啊，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啊。正义是要有成本的，律师打官司是要收费的。行，别说。任小年的律师希望和我见个面。谁啊？刘一美啊？好像不是这个名字。那刚刚谁给你打电话？不知道啊。就一个女的问我是不是吴美薇，然后说任小年的律师希望和我见个面。那你怎么跟他讲的？我就按你说的说的。我说我和我律师商量一下。那他怎么说呀？啊，他说你有没有告诉我任小年的律师想要和我见面这个事情？我说没有啊。他就说你作为我的律师，至少应该告诉我。这个电话的确给我打过，我当时就给拒了。丽娜，1000%是丽娜，她在挑拨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在挑拨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不是，谁是丽娜？罗宾的秘书，这事儿肯定是罗宾授意的，他们俩经常这么狼狈为奸。见，一定得见。他们什么时候把刘英梅给换了？烦什么呢？罗宾的名片，他给过我一张名片，找到了，在这儿。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罗宾这个人啊，我太了解了。他要是主动求见，一般就是他知道自己不占理，打不赢。他这个人又自负又傲慢，但凡是有点胜算，他也不会浪费时间来见咱们。那咱们就更要见他了。为什么呀？骄兵必败。哎，对，骄兵必败。他要万一给你挖一坑，让你往坑里跳呢？他可擅长挖坑了。那为什么不是咱们挖一个坑，让他往里头跳呢？咱这个不违法吧？对。针孔摄像头又不是管制刀具。咱不是说好了吗？如果他承认侵权的话，咱们就稳操胜券；如果他敢睁着眼说瞎话不认，直接给他发一快手。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呀。法官得尊重民意，对吧？你别紧张啊。我不紧张。哎，他一会儿来了，肯定先压我一头，目的就是想让你对我产生不信任。记住了，千万别上当。欢迎光临。哟，这么巧？哦，你在这儿上班？冤家路窄啊。冤家？我们什么时候结的冤？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你们当时把我逼下的电梯。没想到你还这么记仇。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我小心眼儿？接下来我要请你给我来一杯咖啡。咱们得让他承认侵权。你这叫与虎谋皮，你以为给他作为比对，他就心虚了？那就看谁玩得更好、更专业呗。好久不见，怎么样？挺好的。
这应该是你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吧？别紧张，我们只是聊聊。我不紧张。这是我的当事人吴美薇女士。吴小姐你好，我是罗宾。你好，你好。麦薇以前在我那儿实习过，她应该跟你讲过很多在我那儿的趣事吧？罗律，我们今天在这儿不是叙旧的，是为了解决任小年的公司侵犯了吴女士的知识产权。小美，法院还没有判，你怎么就能说任小年公司侵犯了吴小姐的知识产权呢？我觉得吧，现在是他们比较被动，所以罗宾来了，咱们就直接跟他说，如果不承认侵权，其他不用谈了。他拔脚就走，是我没教好他，我的错。您教我的我都记得呢。您现在使这招叫先发制人，压人一头，就是想让我的当事人对我产生不信任，我不会上当的。我没有教过你这招，你肯定记错了。我的记性很好。那你一定应该记得我教过你，法律的功能不是挑起争端，而是制止争端；不是制造分歧，而是阻止分歧；不是混淆是非，而是以公允的态度、准确的措辞提供确切的事实。咱们上来先问问他对咱们这个比对的看法。哼，他一定会说英雄所见略同，大家想一块儿去了。我们的比对您看过吗？看过。您觉得相似吗？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正好掉到咱们挖的坑里了。他怎么解释？他们给美薇发过邮件。不止发过邮件，还打过电话呢。到时候你当场说出来的，你就跟他说，当时谁谁谁约我见过面，我还去面过试。那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那您的意思是说，大家想一块儿了？任小年的秘书给我打过电话，还约我去过面试，所以说不可能想到一块儿。我就怕到时候他睁脸说瞎话，他万一说那比对不像呢？那咱们就给他录下来，编成小视频发到快手上去，让大家评判一下。然后呢？如果公众都认为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那法官怎么可能会采信他说的话呢？吴小姐，善律者不送。其实我今天来，你好，您的咖啡。谢谢。请问你们有什么要点的吗？不需要，谢谢。打扰了。您刚才想说，您今天来是？吴小姐，这是一份协议，任小年的人事时尚希望能够邀请你成为他们的首席设计师。我们撤诉的前提是你们得承认侵权。我们没有侵权。那为什么要主动和解呢？是因为我们不想跟这么一位有才华的设计师为敌。那您怎么解释人事时尚的产品和吴小姐的作品高度相似呢？而且刚才你也承认了，比对结果的确是高度重合的呀。黑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组也是高度重合，相似度达到99%，但一定不会有人说黑猩猩跟你是同一物种。吴小姐，我强烈建议你再咨询一下其他律师的意见，看看我们给到你的是不是最好的。行。不好意思，我去趟洗手间啊。请便。对不起啊。我们认识。谁啊？那个咖啡小妹。她是我当事人的闺蜜，我们是朋友。哎，这不违法，这是合法的。当然。哎，我怎么觉得罗宾给人感觉挺好的，不像你那么可爱。你就是个坏痴。这份协议你要是签了，你就掉进去。哪有这么严重？他还夸我才华出众呢。你要时刻牢记，
他是个律师，是任小年的律师，他接受的是任小年的委托，他的职责就是维护任小年的利益，即使他明知道任小年可能存在种种不端。是这样的吗？可我还是觉得他是真的欣赏我，聘请我当首席设计师。亲，那是人家职业素养高，好不好？人家把你卖了，你还替人数钱呢，亲。他哪把我卖了？按照这份合同，你是他们的首席设计师，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作品都属于人世时尚。没听懂是吧？也就是说，他们给了你一张空头支票，首席设计师换走你所有的作品。啊？哎，我看罗宾还挺亲切的，咣一下给我一个大馅饼，咣一下给你个大陷阱。他为什么呀？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的职业是抢劫吗？我们修改了一下。这是你改的？你们改的什么呀？啊？我也不清楚。其他条款没问题，我们可以商量，但是这一条不合理，必须要删掉。那就不必谈了。你们起诉任小年，要求索赔500万，并且赔礼道歉。可是你提的条件也是让我们支付500万，并且赔礼道歉。那么还有什么和解的必要呢？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官司输了，结果也是一样。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打官司，法院支持我们，那我们就会拿到500万的赔偿金。但是如果和解，按照你们起草的和解协议，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个首席设计师的职位而已，年薪过100万的是税前，而且还要完成业绩才有可能拿得到。那也总比你们输了官司一无所获好吧？我们不怕打官司，反正我们又没有并购计划。让我们好好算一下，到底谁的损失比较大呢？一个好几十亿的并购计划，总不能被一个旷日持久的小官司给搅黄吧？嗯？他们聊什么呢？嘘。我来给你普及一下什么叫敲诈勒索罪。选择在公司并购或者融资时机提起恶意诉讼，用要挟的手段迫使公司交出财物，符合敲诈勒索的罪名特征。所以，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我们是正常诉讼啊，因为我们在提出诉讼的时候，并不知道你们有并购计划。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就刚刚，你别想套我的话。我告诉你，我会读心术，我从你的表情里面读出了你的内心。你通过我的表情读到我的内心，有并购2个字。那请你再重新读一读，看看我的内心里面是不是有双赢2个字。怎么双赢？我们同意500万，但是你们要撤诉，并且保证永远不以同一理由起诉。我们各退一步，互相谅解。同时，我再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我们不退，半步都不退。你是不是跟你的当事人商量一下？不用了，我们也不和解，法院见吧。请问你们谁说了算？我是律师，我说了算。这份协议在我们下班之前都有效。我们的下班时间是晚上6点半。我的案子以后你少掺和好不好？不是，现在什么情况？是谈崩了吗？你别给我呀，我也看不懂，我听你们的。我觉得算双赢吧。他们本来是必败，为什么要跟他们双赢啊？因为打官司是一件性价比非常低的事儿。你为什么突然替他说话了？我没有替他说话，我真的是觉得是这个。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你听到什么了？他要给你一份工作，他是不是让你去他律师事务所上班，对吧？他总能抓到人的软肋，因为他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的意思是我被他收买了是吗？我不是这种人。我没说你是那样人，我说他是那样的人。那什么意思啊？我根本就没有告诉他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满脸写什么了？我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律师，因为我是个法律天才。你们别吵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他对抗，就是想引起他对你的关注和兴趣，太明显了。因为我是，我就这么想的，我就是这么想的。Excuse me， 一杯卡布奇诺，带走，谢谢。罗律师，正好，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非常乐意。根据这份协议，你可以获得500万的投资款。这么多啊？当然是有条件的。首先你要保密，其次你要跟任先生成为一致行动人。什么叫一致行动？就是你不能告他了，他给你的500万就是把应该赔给你的侵权费当投资款付给了你。哎，好啊好啊，我不管什么侵权费还是投资款，签了就能给钱吧？但前提是你要先撤诉。没问题。那我们什么时候签？达成协议我们先签，签完之后我闪送给你，最晚明天可以吗？可以。要不我们互相加一个？当然，我的荣幸。我的荣幸。那我先走了哈。再会。其实，一直以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咖啡师。谁拦着你了呢？没人拦着。罗律师，再见。再见。我的意思是说，咖啡师并不是我唯一的人生志愿。你唯一的人生志愿也不只是做咖啡吧？你是想要炫耀你有很多人生选项，选都选不过来，是不是？我为什么总是觉得你对我的职业充满了敌意？我没有办法尊敬把我赶下电梯的人。不是赶下去，这不是我自愿让你们的。那好，我替我的同事跟你说一声道歉。当时你也在场，怎么没有见你阻止他们呢？如果这也是我的错的话，我也可以跟你道歉，并且这很有可能成为我的人生耻辱。黛西，我姐刚接到法院的通知，她说下礼拜4开庭。好啊，真的太谢谢你了，我应该的。那帮人帮到底，你再帮我姐出个庭呗。这不行，我们给钱。上次你写状子那个钱，我现在就转给你。不是，芳芳姐，不是钱的事儿，只有律师才有资格出庭，像我这种闲杂人等是没有资格在法庭上说话的。帮你们写个起诉状什么的还可以，但是这个真的不行。哦，这样啊。那没有律师，我们也可以赢吧？我们占理啊。我帮你做杯咖啡吧。帅哥，我能请你吃宵夜吗？人家都在这儿等你好久了。那我要不坐地铁呢？你要是不想让我找到你，你就把你这定位给关了。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当事人了。当事人，就是当他遇到事儿的时候他是人，等他没事儿以后他就不是人。嗯。喂，艾伦，我现在在外面呢。哦，我知道，我就是想问一下您，您让我准备的那些证据和材料我都准备齐了，但是复印件就行，还是一定要原件啊？复印件就行，你明天送到店里吧。好，拜拜。别找我，我可不管了。行，我帮他找法律援助。帮他找干嘛？你让他自己找不就完了？他又不知道去哪儿找。上网，网上好多骗子都打着法律援助的旗号，压根是法盲。哎，咱能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啊？你跟艾伦什么关系？
他不就去你店里取过几次餐吗？你为什么要相信他？他万一胡说八道怎么办？就跟那吴美薇一样。行，啊，你别生气了。以后不管是谁，我都不找你，不给你添麻烦。你给你自己添麻烦也不行，咱以后多管这些事儿。我又没多管闲事，还没管？那吴美薇那事儿不就是你让我管的吗？是我让你管的，但是现在不也是皆大欢喜吗？嗯。皆大欢喜，你管这叫皆大欢喜啊？嗯。你们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就全面投降，这是我接的第一个案子，我想打败罗宾，我想看到他被客户痛骂的样子。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总是拿钱办事儿，他们做的应该是道歉，而不是随便给点钱，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行。你也要替美薇好好想一想啊。我跟他合租，他的房租经常都是我垫的，对他来说，他宁肯早点拿钱和解。一个官司打个1年半载的，就是赢了又怎么样？不也是赔钱吗？可能赔的还没有和解拿的钱多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啊，我没你想的周到，我是没你想的周到，我不如你聪明。我这是在帮你复盘啊。不用。你要想复盘的话，你还是帮自己复下吧。你好好想想，你是怎么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你是怎么成功的沦落成为一名社会青年？你没法从事任何需要有文凭的工作，你甚至连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戴鑫，我知道时光不会为我停留，茫茫人海中也没人会回头，我一个人加油，一个人终究自己的我再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喂，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啊？你哪位？我是黛西。黛西？哦，随时。好。请问您找谁？啊，我找罗宾。哦，您约好了吗？没有。不好意思，罗律师需要预约。我是来上班的。您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好。这个事情我会尽力配合，但是值班那个事儿，找个助理吧。我没让你值班，找助理啊。我这个人不喜欢指使别人。你的意思是说，我喜欢指使你？您是我领导。好，接电话吧。哦，对了，你和何塞。喂，罗律师，我是黛西，我到你律所前台了。好，你等一下，我马上过来。小美，律所的福利你还没领呢，西班牙的皇室用的。哇，谢谢。嗨。你这样就来了？怎么了？
你看过《侠胆雄狮》吗？没有，怎么了？来吧。对不起啊。这女孩是谁啊？我怎么知道啊？罗宾不是所有的日程都由你来安排吗？是我安排的。我看他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有脸盲症，你看谁都眼熟。我能识别出你跟他是两个人，真不容易。没有什么学历，硕士学历还是博士学历？本科。本科都没有。那你是自学成才吗？我上过法学院，只不过是在最后1年实习的时候出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不想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律所最低要求都是硕士学历以上。可是您昨天说要提供给我一份工作，并没有告诉我说要硕士以上啊。我现在说也不晚。唉，吴美薇的合约还没有最后签字吧？你威胁我？温馨提示。那你能做什么？所有律师助理能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会写律师函吗？会。这是你写的？嗯。您能不能以我的名义发出？对，还得盖上律所的章。这边是所有的材料，还有相关的资料，确实可以证明是上班的途中遇到的交通事故，符合工伤认定。这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希望您可以喜欢。好，我让丽娜给你找一个位子，你进来一下。关于你没有学历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那如果有人问呢？你就说我不告诉你。黛西，我的助理；丽娜，我的秘书。所有助理都归何塞管。不，除了我的。那你需要去。我会跟封印说的。跟我来吧。还有，换个发型。走吧。这边有2个空位子，你选一个吧。谢谢。丽娜姐，你先坐。范小天儿，你个白痴啊，废物！我看看，这是什么？啊，错别字儿，给我重新校对一遍啊！一个字儿，一个标点符号的校对。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啊，都听好了。如果想在全景待下去的话，那就都得给我认真啊，尽全力。我们这不养废物，开始工作。你谁呀？我是黛西。你什么时候来的？今天。谁招的你？我怎么不知道啊？填没填表？谁给你填的表？我没面试过你，但是我在哪儿见过你？黛西，罗宾刚招的助理，今天刚到实习，按公司规定，实习期满才需要办入职手续。我是何塞，所有的实习生助理都归我管，罗宾的也不例外。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送外卖的。他不是，你看错人了。可这个头发，罗宾已经跟他说让他换发型了。
不是，我是说，你是说罗宾找了一个送外卖的给他当助理？那不能够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对不起啊，喂，茱莉亚。好的，好的，好的啊，好。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谢谢你啊。何塞经常认错人，你不要放在心上。该走了。对，谢谢。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啊？你们都说我应该找个助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从哪儿找来的？垃圾箱捡的。别跟我开玩笑，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见过他，他之前来送过外卖。他有一个孪生姐妹，2个人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打算这么跟何塞解释？我为什么要跟他解释？何塞也见过他。他没见过。见过，我在场。那就请你告诉他，他认错人了。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谢谢。还要感谢你助理的完美配合。他怎么配合的？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啊。特别好。特别好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初次见面就可以配合得如此完美。何塞可没那么好糊弄。你没问题，你对付他绰绰有余。那你的助理呢？他更没问题，8个何塞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到底为什么招他？你这不是等于给自己埋雷吗？我不太喜欢没有难度的生活。那是不是以后我的工作里面还要加一项排雷的任务啊？你这是在委婉地提出加薪的要求吗？罗律师，我不能给你开车了。为什么？那天我去接你，后来送孕妇去医院，结果闯了一路的红灯，全给拍了，扣了12分。我现在没驾照了。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去开庭，等我回来，你的驾照我给你要回来。好，开庭是大事，我这不急。可是谁送您啊？我自己开吧。那您辛苦了。黛西，这是马师傅。哎，待会儿你帮他起草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等罗宾回来你给他。好。马师傅，我刚从法院出来，你在哪儿？已经解决了，您助理帮我解决的，都刷屏了，交警也跟我解释过了。他们调查过，我确实是送孕妇上医院，我现在也出名了。今天晚上的文章引发热议。文章是律所的一位实习律师写的，讨论的是司机在临产孕妇闯红灯该不该罚。我们现在就在全景律所向您报道。今天是您第1天上班？对。啊不，准确的说呀，他还没有办理正式的入职手续，所以还不能算是第1天上班。律师说话真是严谨。我们呢是经过长期的专业的训练的，平时啊，我就经常跟我们全景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们讲，一定要热心公益，要用我们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去帮助社会啊，服务社会，回馈社会。明星律师回来了！哇塞，换发型了，哎，还挺漂亮的。你们俩，我收拾东西啊。你这发型挺好看的，跟以前那比吧，脸儿小。哎，我听说你到全景上班去了，是吧？嗯，恭喜啊！谢谢。哦，对了，那个，这是给你的啊。这是什么呀？艾伦父亲的律师函，我写好了。谢谢。谢什么谢？这不是应该的吗？哎，对不起啊。还有什么事吗？我错了，我今天复盘了一整天，我当时吧是特别生气，但是我就觉得，你好赖跟我商量一下啊，结果你们俩在那边啊讨论特别火热，那把我丢一边，我能不生气吗？啊！
赶紧走吧你！哎，那你原谅我了吗？啊？那我吃了药，是不是就算好？没有。哎呦，不行，我现在有点头疼，我看会儿。哎呦，不行，别晃，别晃，走开！哎，别晃，头疼着。走开！你好好跟我，走开！看一会儿。任总，罗律师，您看一下，坐吧。这就完事儿了吗？我就是想要个结果，结果你们那个何塞律师一直跟我掰扯法律条文，掰扯我头都大了。他有他的问题。来，进来，我介绍一下啊，罗宾律师，我的法律顾问，这是我儿子任乔。哦，哎，罗律师你好。你好。那你们先聊，我待会儿再过来。不用，都不是外人，什么事儿说吧。就是这个新品的宣传广告，您看一下。没有更好，只有最好。不能用“最”字。为什么？如果使用最高级的话，可能会带来诉讼风险。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案例，被判赔了50万。50万？成本不是很高，我们付得起。可如果加上诉讼成本、律师成本、时间成本，包括公司的声誉以及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可就远远不止50万了。那如果我想让人知道我是最好的、最强的，我该怎么做？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什么叫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姑娘，我付给你们钱是让你们来做我的法律顾问，你不能光告诉我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你还得告诉我什么东西是可以的。任总，可以换一下顺序。换顺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用最高级，用比较级，去吧。行，你在哪儿读的法律？你怎么进的这个律师事务所？你念过书吗？任总，还是要相信我们律所。您能别让我跟任小年打交道可以吗？我干别的事儿都行，比如说你让我去写诉讼文书啊，去法院立案啊，查资料，还有彻夜加班也行。理由呢？他根本就不尊重法律。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尊重。什么方式啊？酬金啊，他是我们最慷慨的客户，也是最粗鲁、最没礼貌的客户。那说明你做的还不够好。如果你让他满意了，他就会给你很多酬金，以表达他对你的尊重。可如果你让他没满意，他就觉得没必要对你表示尊重。不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可以忍受这种混蛋呢？我雇你当我的助理，不是来让你问我这种愚蠢的问题。哎，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您能和任小年惺惺相惜了。你用错成语了，我跟他谈不上惺惺相惜。那您这是什么呀？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谢谢您抽时间过来。张克先生，我是受你老板郑凯旋先生的委托。他是我前老板，已经和我没关系了。还是有关系的，你们俩有竞业协议。我已经付过违约金。黛西，你给张先生普及一下。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你就不能创业了？2年以后还是可以的。2年？那你们聊吧，我还有事情，先走了。你可真会挑时间。他本来已经决定投我了。如果他投了你，再发现你有竞业协议，你惹的麻烦会更大。您把自己说成救世主了。过奖了。郑老板欢迎你随时回去上班。那就是让我去死。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吗？不管我想干什么，他都不同意。他根本看不上我。我在他公司2年，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不好意思，张先生，我后面还有事儿。如果你希望跟你的老板重修旧好、捐弃前嫌，随时找我。我觉得咱们这样做对他不公平。人家当时在你那儿，你也没好好重视人家哦。现在人家自己出来创业，有了热度关注度了，你就拿出了竞业协议。需要我提醒你，这份律师函是你起草的吗？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郑凯旋那儿受的委屈，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词。您没有看到他的眼神啊？啊，特别绝望，绝对不是装的。有一句话叫“置于死地而后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往死里逼呢？我给他路了呀，让他回来上班。那是绝路，绝处逢生。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啊？他怎么能回去啊？他原本可以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现在却要让他回到那个让他受尽冷落的钱老板那儿，这不是胯下之辱吗？大丈夫能屈能伸，他可以向韩信学习。我觉得咱们这么做不对，不公平。你的工作不是来提醒我，记住，我们是律师，郑凯旋的律师。那也不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吧？那你的意思是拿人钱财给人添堵？你们可真够敬业的，拿刀捅了人，还得回来看看这刀捅得有多重。我是想，郑凯旋给了你们多少钱？你干这么缺德的事儿？跟你直说吧，他就是想让我回去，在他手底下服服帖帖的对他点头哈腰、言听计从，我不会接受。你告诉郑凯旋，我死都不会。其实你不用死。你有亲戚吗？我的意思是，竞业协议其实只是对您本人有效，但是对您的太太、您的父母、您的兄弟都是无效的。我可以让我太太去创业，我给她当司机，让她去见投资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对在哪里？你这是在出卖我们的客户。张科他当年签这份竞业协议的时候，本以为自己会受到重视，大展宏图，但是没有想到，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所有签过竞业协议的人，如果不想遵守，都可以说自己受了委屈，都可以就此要求免除竞业限制。那这个协议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同情心的话，你真的以为你很聪明吗？我警告你，你的所谓同情心，严重损害了我们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因为你的这个自作聪明，接下来我将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法律手段，把张科告到倾家荡产。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项：一，把事情去摆平解决；二，马上走人。
哎，我们缺一法律顾问，你要是愿意，我不是来找工作的，我是过来给您介绍投资人的。好啊。郑凯旋。在开玩笑，我很认真，我就当是个玩笑。您要不要先看一下我帮您起草的协议？你白起草了。最近我恰巧看过一个采访，是郑凯旋先生的。他说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膨胀，有一次一个他最好的兄弟跟他说有别的人要投，他就特别的生气，他觉得这是一种背叛，于是就对那个好兄弟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可是他现在非常的后悔，他真的希望这个好兄弟可以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改正这些错误。那这话他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钢铁直男嘛。这是他的道歉方式，他给您开的条件优于所有的投资人。其实我也应该跟您道个歉。虽然说以您太太的名义注册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规避竞业条款，但是还是会有诉讼风险。如果郑凯旋他真的想要找您麻烦，发起诉讼的话，那您的公司不是您太太的公司就会官司缠身的。实在抱歉啊，张克先生，我不应该给您出这种馊主意的。你让丽娜给郑凯旋打个电话，就说协议书已经签好了。好。还有什么事儿吗？律师函、法律意见书、起诉状、答辩状、调解书。你最近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反不正当竞争法。柏敬红被告是因为侵犯商业秘密，但他好像还不是咱们的客户吧？他很快就会是的。我觉得他那个泄密案更加适用于工商局的若干规定。不是所有的机密都是商业机密。那你马上把所有的跟泄露商业机密有关的法律规定全都找来。已经发您了。还不下班？我为什么还是觉得他有点像那天那个送外卖的？你从哪儿看出来人家像送外卖的了？你要再这么背后议论罗宾，我没有背后议论他。那你说人找一助理是送外卖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别人说你随随便便找了一个没上过学、没读过书的女孩送外卖的来当你助理，你会怎么样？那我一定跟他翻脸。我是有职业荣誉感的，任何进入我们律所的人啊，无论是男女老幼，必须是毕业于名校。那你说人家罗宾找一送外卖当助理，你什么居心啊？我就是说，他有点像。你有脸盲症。是，我经常认错人。我有脸盲症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没有误会你，为了你好。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快去吧，赶紧下班，赶紧休息。我有脸盲症。喂，你好。我没给他订外卖啊。也许是他自己订的吧。好，我知道了，谢谢。我要去见客户啊，
他们要找最好的法律顾问，终于找到了我。他们是在网上搜的吧？不，有人给他们推荐了10个律师，他们经过了反复的斟酌，最终认为我是最佳人选。那肯定是你的朋友给他们推荐。我师妹朱莉，她跟他们老板推荐的。他为了确保你被选中，还推荐了其他9个废材。能不能在一起玩耍了？这是我的外卖。哦，我不是来送外卖。你不是说外面有我的外卖吗？你不是要找罗宾律师吗？罗宾律师，我是艾伦，特别感谢您替我父亲讨还公道。你不认识罗宾律师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替我父亲写了律师函，我们做了仲裁，确定是工伤，太感谢了，您真的是个好人。不，那个我不是，您就是个好人。我给很多人送过外卖，就是那天我都给您送迟到了，您不仅没取消订单，也没给我差评，真的特别感谢您。对，这个是我妈妈亲手做的，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有，您那个尝尝卤猪蹄儿，谢谢你妈妈哈。但是呢，我不是罗宾啊，我不是罗宾律师，我们是同事。非常好的同事，我们律所呢成立了一个公益中心，由我来负责。你放心，我呢会把罗宾热心公益帮助你父亲的事迹写到我的工作报告里去。这样以后呢，你有什么事情啊，你呢可以来找我，你叫我何塞律师就好啊。谢谢你。这个，丽娜，这位是罗宾律师的秘书啊，请他转交一下。那拜托您了，这个请您一定要交给罗宾律师手上。你放心吧，谢谢。我们的一点心意。谢谢您啊，何在叔叔。公司辞退马小居的依据在于，公司认定网上晒的这份工资单是马小居的，而且是马小居自己晒出来的。但是网上传的这个工资单局部截图当中，并没有员工的姓名或者公司，所以我们可以抗辩，仅凭公司内部调查就认为是员工泄露的，并不合理。公司认为他们在聘用合同中已经强调，工资属于高度机密，员工之间也不得交流工资信息，而且马小居也已经跟公司签了这份保密协议。您说的对。目前法律规定中并无对工资薪酬不能做出保密约定的条款。实践中，在保密约定并未违反同工同酬的情况下，也存在认可薪酬保密约定的案例。但公司无法证明那是马小居自己上传的工资单。好，那你去起草代理词。已经起草好了。这是什么？这个是你做公益的报酬。这是 Alan 送的，他妈妈的手艺。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吃过。来吧，大家一起。确实特别好吃，别慢点吃，不能因为做了东西就骄傲。喂，给我订个外卖。你想吃什么？猪蹄儿，卤猪蹄儿。你现在马上给任小年他们公司做一个完整的裁员预案流程。裁员？裁多少？裁员名单我会发到你邮箱。公司希望他们自动离职，你负责让他们签字。他们公司没有 HR 吗？ HR 也在裁员之列。
那如果他们不愿意自动离职呢？你要告诉他们可能的后果，比如说呢？开除。为什么？你负责找到合理合法的开除理由。是任小年的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吗？是并购。去做吧，一定要想周全，包括法律方面的流程、企业内部沟通和手续办理的流程，都要合法合规，避免引起法律纠纷。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肯做，我也不肯做，任小年他们公司依然会裁员，而且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不够专业，造成灾难性后果。除了裁员名单，我还需要他们公司所有员工的名单，以及业绩、薪酬还有家庭情况。也一并发给你了。请进。你好。我们是公司请来的法律顾问。能不能不裁我？我在这家公司做了24年，我是这儿的高管。我这24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能不能不裁我？你要不要先看一看公司给你的补偿金？这份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如果你同意就签字，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负责给你解释。人挪活，树挪死，长痛不如短痛。怎么样？全签完了，效率很高啊。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啊，不了，全在这儿了。好，谢谢你们，辛苦了。应该的。我还有件事情想咨询你们一下。您说。坐。如果企业员工得了重病，我说的是那种需要长期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比如说癌症。黛西，你来给任总讲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
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限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真的吗？黛西非常专业。太好了。你们还得帮我再裁掉一个人。您是说现在吗？最好是现在。现在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了。我付给你们加班费。我是说您要裁的人已经下班了。他在医院得了癌症。吴军，你怎么知道？他知道你们公司的每一个在裁员工，姓名、年龄、性别、工龄，以及他们家的家境、性格，还有补偿条款，甚至是被裁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反应。功课做得不错。吴军是您的高中同学吧？对。您公司成立的时候他就在，2年前他升为公司大客户经理，在就职仪式上他公开表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公司服务到功成身退，但是他后来得了癌，可是现在经过治疗，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呀。对，所以他提出想重返工作岗位，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适合高管这个位置了。他儿子年龄还小，而且他夫人又没有工作，他看病花了好多的钱。每个人不都应该面对自己的人生难题吗？我明白，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您明明有能力帮他，您为什么要……哎，你现在马上去医院，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他签字离职。对不起，我做不到。很好，罗律师，麻烦你现在就把他开掉。对不起，我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是专业人士。他熟悉国家法律，我们不愿意承担开除他而带来的法律后果。开除一个人有1000种合理合法的理由，这是你告诉我的。我现在要看你示范。对不起，您看不到。必须给我向任小年道歉。我为什么跟他道歉？废话，他是我最大的客户。咱们律所的价值观什么时候变成了谁有钱谁就正确？我告诉你，我让你向他道歉，并不是因为他有钱，是您刚刚说了他是我们最大的客户。我说的是事实。他不光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他还介绍了这么多的客户。他要是一走，就不是走一家这么简单了。我不以为我们为了挽留他而对他点头哈腰就能赢得他的尊重。愿意给他点头哈腰的律师律所多如牛毛，可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选择我们而不是他们？那这样，让你助理走人。如果他走，我也走。我和他没有您猜测的那种关系。那为什么你为了他还激怒客人呢？为了公平。他激怒了我的客户，这一点我已经批评教育过他。我怎么向任小年交代啊？我认识他以来，他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脾气。您就可以跟他说，我那个实习助理太年轻，他缺乏跟大客户沟通交流的经验。这一点以后我们一定会加强职业培训，但是不能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实话，我们就要把他开掉。我不是这样的人，您不是这样的上司，我们的律所也绝不是这样的律所，对吧？你居然还嬉皮笑脸，那难道你想看我愁眉苦脸？严肃点。你消消气。我要是不接呢？不接我就一直给你举着。严肃。谢谢你的正确领导。何夏老师，
听说是你激怒了任小年，我只是在跟他说了个道理啊。他有没有跟你说，我给你钱，是让你跟别人讲道理，不是跟我讲道理？有没有说？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呢？我怕他们万一一会儿来找我呢。找你干嘛？让你去陈述一下事情的原委啊？那您觉得会怎么样？走人。会让罗宾走人啊？让你走人。怎么样？没事吧？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好事儿。你跟我来。我这儿有几份合同，你认真看一下。还有胜利那边，你也跟进一下。好。还有事儿吗？没事儿了。但我就是想问。问什么？赶紧问，我马上就要下班了。任小年那边，没事了吧？以后你给客户讲道理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多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有接受不同意见的能力。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他能发那么大的火。我记得以前谁跟我说他会读心术？我当时并没有启动我的读心术。为什么呢？我。你太急于讲道理了，这不好。有的时候人需要先听对方的道理。那我跟他道个歉吧。他不需要你的道歉。那他要什么呀？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丽娜请假了，把我办公室收拾一下，水杯、咖啡杯都洗好放好。最后走的时候记得把门也关好。好，我知道了。齐老板挺欣赏你啊，他女儿也挺喜欢你的。我没见过他女儿啊。怎么没见过？你送合同去的时候，谁接待的你？齐老板秘书啊。那就是他女儿。哦，是吗？我都没看出来，他女儿挺朴素的，也挺谦和的。感觉怎么样？我有女朋友了。啊？还没听你说起过呀。我们就是没有公开。为什么？我们俩以前是大学同学，中间有很多人认识，他怕公开以后会有人来打听我们的事儿。他是一个不喜欢被人打扰的人。他现在从事什么职业呀？也在律所实习呢。实习多久了？刚实习没多久。在哪个律所呀？不会是全景吧？我们律所有条不成文的规矩，绝对不能和与咱们存在竞争关系的律所员工婚恋。我没什么事儿，去吧。哎，等一下！哎，等一下！主任。笔。你去哪儿？回家。家在哪里啊？望京。我捎你吧。不了，主任，我肚子有点饿了，我准备去吃口东西。哎，刚好我也肚子饿了，你叫上你女朋友，我请。别了，主任，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俩最近闹分手呢，准备今晚吃散伙饭了。你刚才没说呀？我没好意思跟您说。要真像我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人家齐老板的前妻。也是刚和男朋友分手。嘿，哎呦，这么着急下班啊？主任，明天见。哎，好，明儿见。您慢走。听我跟你解释，
我是以前不知道，我是现在才知道的。我们所老大跟你们所老大有仇。那跟你假装不认识我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他知道你是我女朋友，还知道你在全景工作，他肯定接受不了。那你就打算一直瞒着他了？我没有，我准备攒一点资源就换锁。我不是怕这事儿传到咱民耳朵里吗？哎，咱俩的事你没跟别人说吧？就算我跟别人说了，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否认啊，你可以说是我自作多情，或者说我们已经分手了。对了，你刚才跟廖佳敏就是这么说的。你说你跟女朋友是去吃散伙饭的，那我们就假戏真做。别，你干嘛呀？哦，当时我说我饿了，他说他也饿了，他是我老板，难道我跟他说哦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吃，那我能对他？你就说你跟你女朋友吃饭又怎么了嘛？他知道我跟你吃饭，你没听他说吗？他请，还让我把你给叫上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给你丢人了，对不对？你哪儿给我丢人了？你太给我长脸了。但关键是你不是罗宾的助理吗？你知道他有多恨罗宾吗？罗宾抢过他的客户，还搅黄过他的官司。不是，你想清楚了，他到底是跟罗宾有仇，还是跟我们律所老大有仇？都有，而且还不是一个仇，跟你们律所老大那有情仇。情仇？我找一下罗宾。哦，他还没来。我是他姐，青姐。哎，黛西，哎，过来一下。你先走。这位是黛西，罗宾律师的助理。你好，你好。我是罗宾的姐姐，我找他有急事儿，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哦，罗律师呢？他今天开庭，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那就找不到他了是吗？如果您有什么事儿的话，您可以跟我说。好啊，那我们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昨天晚上回家，我们头让我们在群里面马上发当月的营业额，我在带孩子没听见呢，所以我就没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单位的人事部就让我办辞退手续。辞退啊？对呀，而且不给任何赔偿。我陪你去找他们。你陪我去。我去给你们领导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劳动法，他这叫违法解除合同。如果我们告到劳动局，不仅要罚他，而且还要给你赔偿。真的吗？真的。那我们走吧。好。根据劳动法第3条，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下班期间，职工理应得到充分的休息。用人单位应该尊重职工的休息权，不得随意侵占职工的休息时间。背得可真流利，一字不差。所以理论上，职工是有权拒绝用人单位在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指令的。那要不这样吧，你们去告吧，我是不会因为你能背2句法律条文就认怂的。行，那我们走吧。慢走不送。哎，我给您提示一下风险啊，这个事儿我们可是会去劳动仲裁的。赶紧去，快去！去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解释权听说过吗？知道什么叫解释权吗？顾名思义，就是谁有权谁解释。你小破丫头无权无势，还跟我这普及劳动法？我还告诉你了，我们跟劳动仲裁很熟的，要不要打个电话帮你们约一下呀？还休息权？您要不要打算再多说2句啊？我打算给您发到网上去，您肯定会红的。你这叫非法录音！我录音一点都不非法，但是您非法开除员工，这的确是违反了劳动法。你要是敢把我的录音发到网上，我就去告你。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擅自录音。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了，但是我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你们老板好像是一个特别注重声誉的人吧？如果我把这个录音发到极客的职场那些事上，会对你们的公司、对你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的老板会不会觉得有你这样一个人事经理特别的丢人现眼呢？保安，你看啊，我这手指稍微一动，我可就发上去了。经理，您需要我做什么？经理，我这手机录音还开着呢，您要不要再多说2句啊？没什么，你送他们出去吧。不用了，谢谢，我们自己走就行。谢谢你，经理啊。谢谢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给他点时间。
实在不行，我们还有仲裁呢，对不对？哎呦，哎，他来电话了。哎，待会儿，开免提。好。喂，罗琦呀，其实咱们不至于，你的辞职报告不是也没交吗？咱们就接着上班吧，啊？你也别太计较了，你进来咱们再谈谈，这点事儿不至于。我在办公室等你啊。好的，哎。罗琦姐，你可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在这儿上班？如果你决定不在这儿上班，待会儿咱们就上去问他要一大笔赔偿。如果你决定要留下来的话，他们可有的是招去恶心你，让你不舒服，你自己做决定哦。我听你的。黛西，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罗宾找你，他回来了，早就回来了。那行，我一会儿过去。现在就去，态度好一点。解决了就行。姐，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八卦？他就是我的助理，纯助理。行，没什么事，我挂了啊。今天让你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排查的怎么样了？我还没去。为什么没去？今天你姐姐来律所找你，她遇到了一件很……我姐姐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她是你姐姐，她今天差点就被辞退。我问的是，她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还是律所的客户？你为什么就没有耐心听一听她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和你有关系，有的问题和你没有关系。难道说你都能管得过来吗？你以为你是千手观音啊？可她是你姐姐，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客户需要我们帮忙执行欠款，再拖下去，他们的项目就会流产，公司就会倒闭，生活就会天翻地覆。而你在做什么呢？你在管闲事儿。你为什么就……我不问，我只问你的工作。你应该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应该去他的公司补充线索，确定了线索之后，再去法院提交证据，申请执行，还要申请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申请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去跟一个什么破人事经理斗智斗勇，浪费时间，普及劳动法。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你还站这儿干什么？去啊！原本罗宾本来是要升高级合伙人的，但是因为任小年的事儿，吹了。任小年的事儿，任小年和咱们律所解约了，还带走了所有跟他有关的客户。那些客户他为什么要听任小年的呀？利益呗，任小年或者是投资，或者是持有股份。那我走好了。哎，你别傻了。再说你现在走也来不及了，任小年已经签约新的律所了。是荣科吗？听说罗宾跟他新来的一个助理关系不一般。
啊？是吗？那姑娘叫黛西，啊，全律所都不知道她的来历。罗宾就特别信任她，去哪儿都带着她。据说就是为了她才跟我爸翻脸的。是吗？嗯。来。哎，大家可都在传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你不用每件事都向我汇报。我不是在向你汇报。那我理解错了，你在传八卦。我是提醒你要注意影响。什么影响？你看啊，你罗宾向来是以冷静理智著称的，怎么会为了一个没来几天的女助理就跟客户翻脸呢？你是说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理解范畴、认知能力？我能理解，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我不赞同。我赞同。你赞同什么？我赞同，你不赞同啊？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赞同我的意思，还是不赞同我的意思啊？这都理解不了啊！哎，我跟你说，我最讨厌你这种笑了。是吗？那你喜欢哪种笑？你给我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一定见贤思齐，从善如流。你嘲笑我？没有。那你又笑什么？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何塞，可能这跟我从小的教育……什么教育？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谈话，你就跟我嬉皮笑脸的？不，我是说咱俩接受的教育可能不太一样。你接受的什么教育？友善待人，时常微笑。OK， 我尊重你。既然你不喜欢这种笑，怎么了？那个，走这边，这边去资料世界。何老师，刚才为什么不看我？何老师，您昨天问他的好像是，为什么看着您？我这么可笑吗？没有啊。那你笑什么？我这是在表达我的善意。我提醒你啊，不管是谁在这做助理，给哪位律师做助理，他将来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律所，我是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懂了，谢谢您的提醒。你别觉得有罗宾罩着你，你就可以目空无人啊！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罗宾在哪儿发现的你啊？到我们这儿来当助理是要填履历表的，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你哪个学校的？你们老师是谁？何塞老师，干嘛？司法考试一共14门课程，法理学法、治史、宪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贸易法、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部法，您随便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文。
1989年4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1次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1135年，意大利北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的发现揭开了序幕。意大利波罗亚大学最先开始了研究，他们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被称为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评论法学派的形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和适用有了新的发展。司法一词的来历，中国古代并无司法这一概念。司法一词是我国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仿大陆法系德日制度。司法权及审判权虽然审检合属，但是检察部门受专门负责司法行政的法部领导。你行了，你能像黛西这样吗？找差距。还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现在复习也行。何塞老师，前台有您的快递。你跟何塞怎么了？他不喜欢我的笑容，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笑得满意。他到行政那边投诉，说以后要由他管理所有的助理律师和实习律师，谁都不能例外。黛西除外，我跟封印说好的。这个黛西到底是什么来路啊？你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为了他得罪了任小年啊。是任小年得罪我。他自以为自己很有钱，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不需要服务这种客户，我有这个权利。这个黛西真的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像现在这样，笑而不语。把这个送到资料室，顺便把他叫过来。总打削球欺负我啊，全是在旋转的。有进步啊，有进步也打不过你。我跟你说啊，以后机器会代替人类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你们法律工作。有了法律机器人以后，想打官司，把双方的诉讼证据全部交上去，这机器人法官就会在网上把这个案情的结果公之于众，结案了。所以说，机器是最公正的，也最无情。最适合你们法律工作呀！不，你错了，最不适合。不适合吗？不适合，对。情理法，情理法，对，人是有感情的哈，所以是情在理前面。没错。其实大家如果说都讲道理，是很容易讲得清的，就怕掺杂了这个情绪的道理，就复杂了。没错。就像我跟你姐一样呗。没错。你跟我姐，我亲爱的姐，最近她一直跟我唠叨，说如果不是剖腹产，她应该是我妹妹，我应该是她哥哥，我得让着她。哎呦，这么多年你怎么两个还争这事儿呢？这事儿我有发言权，我做了深刻的研究啊。这双胞胎剖腹产的顺序，它跟顺产是一致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医生这接生婴儿的时候，它是随机的，哪个顺手他先接哪个，所以谁是老大不是你们两个说的算，是人家医生说的算，他是老大，知道吗？不是你今天怎么突然有时间约我打球了？好久没见你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让人骗了？哎，我不是傻子，我怎么总让人骗呢？你长得挺像让人骗的。没有。
没有。我告诉你，别傻乐，有什么事儿的话，别憋在自己心里，找我。哦。最近见姐了吗？没有。不过前一天到我律所来了一趟，刚巧我没在。啊。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应该没有吧？好像说是单位出了点什么事儿，应该已经解决了。哦。怎么了？我好久没见小安了。我每次问他，他就跟我说他带小安去旅行了。那我问问他。别，不需要，我都问过了，问了他朋友，他没旅行去。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呀？他警告我说没有他的允许，我不能去找他。找他的话，他就可以禁止我去见小安。他没这个权利。他有这权利。他说了，他认识全中国最好的律师。他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如果一个律师不让一个父亲去见自己的孩子，这个律师根本就不是最好的律师。你怀疑我？我没有。你有。我没。你有。你的助手告诉他了，如果我有任何精神类的疾病，或是有可能影响小安身心健康的疾病，他都可以让法院酌情去处理这事儿，有可能就不让我见小安了。你干嘛？不是你别给他打，我不想得罪他。我给我助理打。电话。你看。喂。是你给我姐出的主意啊？您说哪一个呀？我给您姐出了好多主意呢。就是你最得意的那个。啊，你是说那个阻止渣男前夫见孩子那主意是吧？不用谢，客气，应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谁让你这么做？你姐让我这么做的呀。她说她不想见渣男前夫啊。你听好啊，你是我的助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没有我的同意，不准你以我助理的身份给任何人出任何主意。听清楚了吗？哎，小心点啊！喂，看一下。喂。基玉，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让我的助理去给我解除。我相信你，相信。对不起啊，什么对不起啊？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其实想想这事儿吧，我也能理解你姐，能理解的。能理解。那我想请问，你成天能理解这个，能理解那个，那你是想见小安还是不想？我想见小安，我很想，我做梦都想。我知道你姐什么脾气，我不想得罪她，我不想惹毛她。其实我就想了解这事儿啊，抑郁症这病能不能影响孩子？会不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如果真的影响他，我可以考虑我不见小安，我能做到。明后天我去找罗琦，我跟他谈谈，好吗？别想那么多了，以后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陪你来多打打球，没事的。你不说了吗？我被人骗的时候才能找你。还正常。罗宾他绝对不可能是这种人。虽然我认识他的时间没你长，可是我对人基本的判断还是有的。你以为他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吗？我跟你说，他所有的客户都特别有钱，而且是特别的有钱。那也不能说明他唯利是图吧？不，你今儿怎么了？你干嘛老替他说话呀？你以前不是特恨这种人吗？我现在也特别恨这种人，但是罗宾他真的不是这种人。如果他是这种人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任小年翻脸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知道，这不符合他的逻辑。因为任小年他缺乏对法律、对规则最起码的敬畏。我先跟你说清楚了啊，任小年现在可是我们的客户。那又怎么样呢？那至少我们现在合作的很愉快啊。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愉快多久。能不能不一言不合扭头就走啊？不是，我要赶紧去找罗琦了。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我不能背黑锅，你走吧，你走吧，你赶紧的。哎，来了啊！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来了？小安呢？我给他买的奶黄包。哦，去同学那儿过生日去了。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聚众过生日啊？对呀，现在从幼儿园就开始了。那放冰箱了啊？啊，放冻箱啊。喂。啊，对，我是罗小安的妈妈。你们快结束了是吧？那我马上过来接她。谢谢您啊，一会儿见。哎，再见。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小安？他那个马上要结束了，我们去接他。你跟我问去接你刚才说什么小安？罗小安啊？罗小安，你把姓改了？对啊。那你改姓这事儿，季玉知道吗？他不需要知道。他怎么不需要知道啊？他是小安的父亲。季玉跟我说，你不让他见孩子是吗？对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季小安已经不见了，现在只剩下罗小安了。姐，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们是兄弟，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准备告诉你。所以你就去找我的助理了，是吗？对啊，你助理挺好的，人好心好，也非常能干，这小嘴巴巴巴的，可不比你当年差。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再找他，我也跟他说了，不让他管你的事儿。行，不找他了。我忘了我弟弟是胳膊肘往外拐的。姐啊，你听我的，你不能这么做，你真的不能这么做。罗大律师，我现在已经这么做了。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即便是夫妻双方离婚了，父母任何一方也不应该把孩子的姓给改了。那就去告吧，把灯关了。不管你跟季玉有什么问题，他总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我认为他没有。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你在跟我说法律吗？对，我在跟你说法律。你再这样，他可以告你的。那为什么不告我呀？那是因为他不愿意伤害你。那就让他伤害自己吧。你真的不能这样，你不能再刺激他了，他刚好一点点。所以不能见孩子，这个病得慢慢养。哎，你去哪儿？你告诉我，我去送你。咱们路上说好。不要，我不想听你唠叨一路。罗琦，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就是不希望你后悔，你知不知道？我后悔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多了，不差这一件。你怎么？你让开点啊，小心我压到你的脚。我让你让开，你听不见呢。哎，师傅，就这儿，停。罗老师，你也是来找您姐姐的？我不管罗琦跟你说了什么，我再说一遍，以后不许你管他的事儿。罗老师，是您姐姐先找的我。就这一个要求，做得到继续做我的助理，做不到走人。如果决定了继续做我的助理，马上去了解一下夫妻离婚之后孩子改姓的法律知识，明天一早给我。靠边点，别压你脚。
这些都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会儿他来了，麻烦你给他。你这是要离开？不是啊，我手机屏碎了，我去换个屏。别掺和。什么别掺和啊？你见过季玉了吗？谁是季玉啊？季玉是谁你都不知道？罗琦的前夫，罗宾的前姐夫啊，就是那渣男啊！创业失败能叫渣男吗？哎，这是什么奖杯啊？他们俩是留学时的校友，蝉联过好几届学校网球双打冠军。罗琦和季玉是闪婚，罗宾是他们的伴郎。婚礼上，罗宾既代表新娘致辞，又代表新郎致辞。那他们为什么离婚啊？罗琦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没有细说，我也就没有细问。是不是？不是。没有人出轨，也没有小三。那是为什么？如果你见过季玉，你就知道了。老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的助理，我没兴趣知道，我也没兴趣知道。我要是你啊，任小年要跟我说要把黛西炒了，我也跟他翻脸。你别总以为我对你有意见，对吧？其实都是因为任小年对我有意见。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丽娜不在她的位置上。丽娜很少不在自己的座位上。你应该到律所去转一圈，看看还有谁不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不用解释。我要解释。那就快点。你赶时间吗？我在赶你。你昨天见到罗琦了吗？他是怎么说的？我跟你说啊，我对你其他的事情没有任何意见，我唯一有意见的就是你对人的态度，你太目中无人了。好，我一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现在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要打。哦，那你打电话啊，时间归你选啊，咱俩好好谈谈。请问你又有什么指示？我就是想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重要的电话要打。正在打。我就说一句啊，我刚才呢检讨了一下我自己，我发现你我之间，我的确也是有责任。所以从今以后，如果你发现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也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没有眼力劲儿。请看。我有200多条语音没时间听，我帮你听啊！走开！我刚才跟你说的，千万不要告诉罗宾。好。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哪条法律规定白天不能关门啊？罗律正四处找你呢。哦，好好好。把门开着。哎，我跟你解释一下，我刚才的确想把这门关上，我想跟你说点关起门来说的话。什么话？算了，还是开着吧。明人不说暗话。你到底要说什么？说呀！你刚才跟黛西说什么了？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我必须跟你说。有人说，黛西和罗宾关系不一般。好，当我什么也没说。我今天早上碰见罗宾了，但是我发现他气色不太好，好像挺懊恼的样子。
那是因为他一大早上就碰见你了。丽娜跟你说什么了？没有人跟我说什么。那就是说了。您这是猜测。不，我原本做好了，一上班就听到了你辞职的喜讯。我不辞。我现在出去一趟，我桌上有一份150页的合同，你来负责校对，并且出具律师意见。您去哪儿啊？你问多了。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和罗琦姐好好聊聊。打住！如果不是你出谋划策，罗琦还真想不出这么狠的招。是你姐把你前姐夫描绘成了一个渣男，那你就信了？啊？所以给他出这么损的招？我错了。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到底为什么不让孩子见父亲？你告诉我。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乱给人出主意。我这是凭常识。如果一个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见父亲，一定有她的道理。那你要问，让他说出那个道理，然后判断那个道理是不是符合法律。还戳到他痛处。这不是理由。倒是你，我觉得你才应该问，因为你们才是家人。那150页合同，希望我回来之前你已经做好。罗琦姐，你为什么忽然就不让他来探望孩子了？是罗宾叫你来的？没有，罗宾他根本就不让我管这个事儿。你跟罗宾说啊，他那个兄弟啊，如果继续探望孩子的话，会对孩子不好。罗宾他打算让他这个兄弟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我就会说我的前夫有严重的健康障碍，如果他在行使探望权的话，会影响到我孩子身心健康的。我会让法院终止他的探望权。罗琦姐，这个主意确实是我给你出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打起官司来的话，是要讲求证据的。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有严重的健康障碍，或者说他行使探望权怎么就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他得过抑郁症。那罗宾他会找来一达医生给他做报告，证明他已经康复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严重的健康障碍。他已经有新的女朋友了。那法院他也不会因此就剥夺了他的探望权吧？小安的奶奶跟他说，他爸爸会给他再找一个新的妈，比原来的妈妈还要好，问他喜不喜欢。老太太嘴巴一张，亲妈就没了。我女儿要管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叫妈，将心比心这件事搁谁受得了？你受得了吗？罗律，那个您回律所吗？我搭下您。对不起，我不回律所。喂，什么事儿？我觉得您应该好好的跟您的前姐夫谈谈他再婚的事儿。他确实有再婚的权利，但是我跟不跟谁谈什么，就不劳你费心了。我就是温馨提示啊。用不着。你能干好我交给你的事儿就不错了。
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儿很难找吗？黛西是叛变了呢，还是本来就是你派来的卧底？你想多了，现在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复杂。丽娜，是不是？肯定是丽娜说的，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你把小安藏起来，季玉快崩溃了。啊，你不要跟我提这个名字。好，你前夫现在每天给我发好几百条微信，他已经疯了，你知不知道？哟，疯了，那就更不能见孩子了，否则的话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我知道季玉找了个女朋友这事儿没告诉你，让你生气了。他找不着女朋友，他结不结婚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吧？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见孩子呢？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爸又给他找了一个新妈，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两个妈之间做比较，这个理由充分吗？姐，你这理由我能理解，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这个理由在法律上它不成立。你不能因为你的前夫要结婚了，或者说谈了一段新的恋爱，你就剥夺了他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探望权。你跟我谈法律是吧？啊，罗宾，那就跟我的律师谈吧。你不要闹了，行不行？我没有闹，就是因为我不闹，所以我要找律师。你们律师都是专业的，受过训练的，都非常冷静。我是冷静不了，所以我必须要找律师。你真的假的？你收一下。什么东西？这是我律师的名片，他叫麦飞，可能你也认识。我当然认识，他以前是我的助理。那我想请问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找律师？你什么时候找的他？我的律师叮嘱我呀，只要我找了他，我就不能回答任何人的问题。我不是任何人，我不是任何人。你是律师，你是替我前夫来跟我交涉探望权的。姐，我是你弟弟，我是你的亲人，当然我也是基于很多年的朋友，所以你相信我，这种事情不需要找律师，你懂吗？别跟小安说，否则我揍你啊！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想了，怎么想的？睡觉都想。哦，真的假的啊？真的。好吧。小安妈妈，小安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人家长工作再忙也要多陪陪孩子。还有这个。谢谢，没事。谢谢舅舅。这是舅舅买给你自己的啊，千万不要给妈妈，最近妈妈不乖。来，先放里。好。你又不怕被别人看见了啊？看见就看见呗。哟，那万一廖主任找你麻烦呢？他看不见，他正会儿陪客户吃饭。罗宾找你啊？不接了，下班了。你干嘛不接呀？好不容易跟你约会一次。没事，你接吧。哎，罗律，我要见你。我下班了，我没在所里。那正好，下班了我们可以见面好好聊一聊。你在哪儿？我来找你。是这样，我今天晚上安排事儿了，我们可以约其他时间见面吧，好吗？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吧？是因为罗琦吧？没错。所以你躲是躲不了的。我并没有躲，我只是今天晚上有事儿，您跟我约其他时间吧，谢谢。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了？就是不想被人怀疑。不想被谁怀疑啊？罗宾啊？啊，你把罗琦介绍给了我，怀疑。是啊，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啊。他知道咱俩认识啊。如果他真这么怀疑，那你怎么跟他解释也没有用，他越描越黑。哎，要不然，我
是想说了，要不然别在罗宾了。为什么？不是你说话呀？为什么呀？啊？我是怕你为难，我不想让你夹在我跟罗宾中间。那为什么是我别干了呢？咱俩好好讲道理，那谁也不能急那种的，行吗？你看啊，我过了司法考试，我有律师资格证，我再过上几年呢，就能成为初级合伙人了。我再熬上几年，等我有了名气，有了人脉，我就可以自己开业了。我以我自己名字命名一个律师事务所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是你不一样啊，你连司法考试都没法参加。那如果不是罗宾罩着你，你能去律所上班吗？那除了保洁员或者勤杂工什么的，你什么都干不了。那可是现在连招个行政都需要大学本科。哎，别，你干什么？你又来了！哎。高手身不漏啊！兄弟，看见我刚刚操作没？太帅了！大婶，留步！我都已经校对好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签，因为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坑。人家对方公司的法务投诉你说你一直不回电话。关于麦飞担任您姐姐律师的事儿，我想跟您解释。你不用解释。他不是针对您，而是因为我说了不用解释。怎么老不听别人解释呢？我之所以每天比大家早一点来办公室，是因为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听别人解释上。况且，解释不解决任何问题。我解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矛盾还有误会。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决定。你是决定继续留下来当我的助理，还是因为你的男朋友麦飞在做罗琦的律师而打算退出？我尊重你，无论你决定留下还是退出。您什么时候知道麦飞是我男朋友的？我一直都知道。也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不退出。OK， 那就请你马上联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麦飞先生，确定一下我们双方的见面时间。好。罗老师，我早就已经跟麦飞约定好了，我们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参入个人的感情。我不知道你们的约定，也不关心，我只看结果。兄弟，看到我刚才操作没有？带吸管何塞叫兄弟，真的骗你小狗，我亲耳听到的，他真管他叫兄弟。你叫何塞叫师兄，人黛西管何塞叫兄弟，那你得叫黛西什么呀？说什么呢你们？我正跟他说啊，你在何塞办公室，正讲到你跟何塞兄弟相称。哎，对了，昨天好几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找你啊，我可都帮你打掩护，说你去上厕所了啊。没有肉的，只有素的。谢谢啊。最后连封印都过来找你了，问你去哪儿了。都惊动封印了。我估计啊，是王大奎那边的法务给你扎的针儿。谢谢啊。喂，你又怎么了？说话。我给罗琦打电话了，他接了，然后跟我说你有什么事去找我律师去，然后把电话给挂了。我再打就不接，我打了很多遍他都不接。罗宾，你告诉我，你觉得罗琦他能这么对我吗？我要见到他，我要见到小安，我需要见到他们。是，他是不能这么对待你。你先冷静听我说，你会见到他，见到孩子，我向你保证。你先冷静。我冷静不了，我冷静不了，我听不了你说，我冷静不了，冷静不了。
我要见到小安。好，你先收拾好你自己，其他的交给我。你约了麦飞了吗？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没接。打了几个？什么时间打的？我今天早上一来就打了。哦，我已经跟他们前台说好了，让他给我回电话。然后呢？然后我就一直在何塞办公室。你为什么要在何塞办公室？是他找的我，他来了一个游戏客户，让我陪客户玩游戏。他让你陪客户玩游戏，还玩了一上午。我总不能当面拒绝他吧？废话。那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那就让他暴跳如雷好了。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拿下这个游戏客户。他想拿下，就让他自己去拿。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留在他办公室陪他玩游戏。因为我不想跟他闹太僵。他前段时间一直揪着我要我简历来着。那好，我问你，如果他以后让你去陪酒呢，去陪其他的呢，你都陪吗？如果不答应，一样会闹僵的，一样的。喂，你跟罗琦约的几点？正在约。他不同意，对不对？没有。这样，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把他也约来。就这样。你现在就去找麦飞。好，我马上给他打电话。不是打电话，是去他律所找，让他下午无论如何说服罗琦来我办公室。啊，那我直接去找罗琦就行了。你听我的好不好？我可以跟他沟通的。他不会信任你的。为什么呀？我又没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一个人信任不信任一个人，不取决于他是否伤害过他，而取决于他到底站在谁的那一边。即使我站在你这一边，也不代表我会出卖他的利益吧？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来进行辩论。是这样的，罗琦他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助理，但他还是很信任我，什么都跟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事情他不跟我说，却跟你说呢？是不是他觉得你会反对他？他跟我说是因为我不认识季宇啊？这是办公室，不是聊天室。你为什么还要站在这儿？去啊！哎，您好，我约一下麦飞律师，谢谢。哦，好的，请找稍后。麦飞？啊，您好，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先生的助理。罗宾先生想让我跟麦飞先生约一下时间。廖主任，成。找你的。对不起，麻烦您跟罗宾律师说一声，我今天临时有事，不能跟他见面了，谢谢。麦飞律师今天真的是有事情，所以取消预约也是正常的。对不起，可是我们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麦飞律师，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们约一下罗琦。好，我尽量。好，那我们在律所等你，无论到几点，辛苦了。这小姑娘还挺有股劲儿啊，怪不得罗宾喜欢她。哦，我打听过了，他们只是工作关系。跟谁打听的呀？打听那人要不就是没把你当朋友，要不就是眼瞎了。麦飞说他尽量。什么叫尽量？我要确定的时间，去把时间给他敲死。主任，嗨，我跟你谈两句。快去啊！好。昨天干嘛去了？我出庭啊，接不了电话，我解释过了。那你助理呢？我批评他了，他电话摔坏了，拿去修了。人事部门说了啊，他到现在也没有填入职表。他还是实习期呢。那也应该填实习登记表。填过了。填的什么呀？姓名、性别、电话还有住址。我估计那住址都是临时租的。老大，你要相信我。我是相信你，但是你要让我清楚，否则别人不知道我跟那姑娘什么关系。行，
那我改天给你提供一份详细的尽职调查。我没在跟你开玩笑，我也是认真的，从小学查起，不，幼儿园。你最近没什么事儿吧？没有啊，真的没有？真没有。刚才我从何塞的办公室经过，他在里边大骂范小天儿。你认为这事跟我有关系？对，确实有点关系。他居然叫着我的助理跑去他办公室玩游戏，他也是为了工作。老大，这您都知道？我一直以为你每天坐在办公室，没想到您足不出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行了，我这耳朵都听着发热了。我说的是真的。你千万别告诉肖凯丽我去找王慧珠了。哦，我就说您去建和户了，马上回来。他可能要让你给他写一个律师声明。咱不能写啊，程程一定会急的呀。所以你就尽量说服他，谣言止于智者，清者自清。哎，您好。又找你的，我先走了啊。主任您慢点。你怎么又来了？你生怕别人不怀疑咱俩呀？罗宾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这儿都快乱套了。你今天可是跟罗宾约好了，要跟我们聊探望权的事儿呢。好，你这样，你们下午过来吧，我下午都在律所，随时过来，行吧？嗯，好。我走了啊。嗯。麦飞说他今天都在律所，我们随时过去就可以。好，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座位。梁红，你自己也是律师，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所以这件事情我要认真想一想，不能马上答复你。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我们真的很急。我们？我们指谁？你跟你丈夫？请问你丈夫知道我是你前男友吗？他知道我前面有过男朋友，但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是你。我也没跟他说过。他也没问过我呀。那你们怎么就决定要请我来做你们的诉讼代理人呢？因为他四处打听谁是这方面最好的律师，大家都跟他推荐你。他本来是亲自要来找你的，但后来知道我们是同学，又是曾经的同事。没错，那时候他是丰印的客户，我们是丰印团队的成员。你可以让他继续找丰印。丰印老了，全怕少壮，你是少壮派。我接不了。为什么？我不想面对你丈夫。哎，没事儿，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我没那么开阔。你不了解他。我不需要了解他。他要是认准了你，他认准了我，我就要接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要是认准了你，就会一直找你，甚至会亲自来找你。那我就亲自拒绝。为什么呀？难道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放下我吗？官司有输赢，我怕万一输了，你们会认为我在蓄意报复。可是你从来没输过。那不代表以后不会输。行，输了我们就认。我认不了。那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接呢？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气？是蓝红吧？有一个成语叫明知故问，他来找罗宾干什么呀？还有一个成语叫守口如瓶。我知道啊，她老公啊让人给告了。重温第一个成语，明知故问。那你说，这罗宾他会接吗？重温一下第二个成语，守口如瓶。先生，啊，你好，我叫季玉，是罗宾的朋友，跟他约好了。您先稍等一下，我先给罗宾律师打个电话，确认他在不在办公室。他在，通过电话。您先稍等一下，我给打电话确认一下。喂，您先在这坐一会儿。丽娜姐，前台有个人要找罗宾先生。好，我知道了，谢谢。放这儿啊。真的麻烦您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和等一下。真的好麻烦，我不行。谢谢。嗯。请。谢谢啊，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这么长时间都忙什么呢？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就说什么都没忙就行。可是我确实有事情在忙。忙点也挺好，比闲着强。我不喜欢忙。季先生到了。你叫黛西过来吧。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跟季玉有些事情。行，那我先走了，你好好考虑考虑，拜托。走了啊。她是谁啊？你猜？前女友。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蒙的。哼，俩人还联系着呢。并没有。你有多久没见他，我就有多久没见他。那他干嘛找你啊？跟你一样，也要探望权，他也离了。你的脑回路也是清奇的很。是你说的，我跟他是一样的。我说的跟你一样的意思是，你们都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我这样的专业人士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他可以去找别的律师，不是偏得找你。说你的事儿。看我又来一个。你马上联系一下麦飞，我们现在过去。不用联系了，他都在，我们随时过去就行。介绍一下，季玉。你好。黛西，我的助理。助理。就是你吧？啊，给罗琦出了馊主意，不让我见小安，还要终止我的探望权，是不是？我当时不认识您。这跟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是你没有资格这样做，懂吗？你还想不想见小安？我想。那你最好对他客气一点，他损招多着呢。你不让我见我的孩子，你能落什么好啊？损人利己的事儿你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干它干嘛？季玉，你要再这样的话，你的事儿我真的不管了。我只是不太理解，有什么不理解的呢？他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罗琦跟他说你十恶不赦，他就信了。罗琦跟他说我十恶不赦是吗？罗琦跟他说的。我来点个外卖。不是要去见罗琦跟他律师吗？是啊，在哪儿啊？在人家律所。那你订什么外卖呀？我是看你并没有想去见的意思。不是，我就是说是我不太理解，仅此而已嘛。如果把你不理解的事儿说的让你理解了，得办个培训班，一句半句说不清楚。得理解了，现在，就按你们说的做，反正能把探望权解决了就成。那我们走啊。请进。麦飞律师马上就过来了，各位在这里稍作休息哈。谢谢，没关系。季先生，您先坐。
你又等着，那底下也等，上来也等，那我干嘛不在你屋里等？好的，你稍等。又怎么了？法院来电话了。好，我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他可能一会儿就来了吧？你看他正在接电话呢。那个？对，那个。好，没问题，谢谢。这等多久了啊？懂不懂尊重人啊？他侮辱我，诽谤我，哎，我为什么不能告他？你是什么顾问啊？啊，长盛还付你钱呢，你什么律师啊？你懂律师吗？你凭什么呀？有什么话慢慢说好吗？别着急。你哪位啊？大律师罗宾从来都没有输过，留下全景律所的合伙人。好，那我问你啊，如果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在网上传得到处都是，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所有认识我的人，包括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说的是我，我能告他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确定？我确定。人家大律师都确定了，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告？你怎么做律师的？我是对您负责任，告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人家也没指名道姓，是您自己对号入座，这样很有可能输的。那就任凭他泼我污水，是不是啊？那你怎么做律师的？肖律师，那你就再泼回去嘛，他指桑骂槐，你就含沙射影。当然不可以，别人告你怎么办？那我就说我没骂你，是你自己减骂，法院还管减骂的事儿？还真管，有这种案例啊。依据，你凭什么告我？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性判断规则。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我觉得吧，那个影射型指向言论说的就是我这事儿啊。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罗琦刚给我发微信说他今天可能不过来了。为什么呀？要不你们去刚才那会议室再等我一下，我这边还有客户。等一下你忙完到19层来找我。好，我们走。我不走，刚才就在你办公室等着，上了在那儿会议室还是等着，现在又回你19层等着，我们为什么要等着？实在抱歉，我现在还有客户啊。不就是一点小事吗？我就想见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见？为什么处理不了啊？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呀？事实上是罗琦不同意你见孩子，是罗琦不同意调解。我正在努力做他的工作，我希望您能给我些时间好吗？给不了，没时间。你们是在要是您是这个态度的话，原因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做他工作了。我什么态度呀？他没必要做工作了，你做什么工作了？怎么做的工作？人你都没给我做了，你做什么工作了？季玉，我们直接去找罗琦，走了。我再说一句啊，就这家伙，你找他打官司，放弃这个希望啊！不要找他，太次了，一点小事他给你弄得特别麻烦，特别烦人，然后他收你特别多的钱，证明他特别的重要，你特别重要。对不起，我们坐下说。刚才那个律师说的什么影射性言论，什么意思啊？是这样，您男朋友长盛是我们的客户，所以说平时你有什么任何事情、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给您解决。但如果说您执意要告王慧珠女士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接受您的委托。为什么？因为王慧珠是长盛的前妻，他们俩共同创立了长盛慧珠集团，王慧珠至今是集团的股东。然后呢？您执意要告集团的股东，我们是集团的法律顾问，按照利益冲突原则来讲，我们不可能接受您的委托。你为什么不早说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接受长盛的委托，想方设法说服您和王女士和解。我们在做您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在做王女士的工作。奇了怪了，原来从一开始你不让我告他，就因为你站在他那边，是不是啊？不是，肖女士，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啊？我一马路什么东西我都告诉你，话不能这么说。站他那边，什么？
你女朋友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那小安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女朋友你应该认识呀。谁呀？蓉蓉。蓉蓉。啊，你跟蓝红分开之后，你姐不是给你介绍过女朋友吗？什么叫介绍过？是太介绍过了。什么网友、驴友，甚至刚认识的，乱介绍，烦死了。哼。不是什么意思啊？你新女朋友不会跟罗琦有关系吧？闺蜜、仇敌？没你想的那么庸俗，只是他给你介绍过。哎呀，给我介绍过？对，罗琦把蓉蓉给你介绍过。你刚才说那女孩叫什么名字？蓉蓉，我说了很多遍了，蓉蓉啊。可是我怎么对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根本没印象？你没见她？难怪呢。我说我怎么会不记得人家的名字？就那天我跟罗琦陪着她等你一下午，你也没出现啊。那天是哪天？2009年。2009年。2009年你们俩就好上了。那时候你应该是我姐夫吧？不是，你的脑回路也很清晰。我跟他之后就没有见过，最后一次见面是半年前在机场，航班延误了，我们被困在那儿，那碰上就聊两句呗。而且说的都是你，我一直在给他道歉。航空延误应该是航空公司道歉吧？为你相亲没去道歉，明白吗？那天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呀，很尴尬的。不可能，我不接电话说明我在工作，我不方便接电话。是因为她是何塞的表妹。她是何塞的表妹，还是亲的？何塞知道吗？知道什么呀？知道你放他亲表妹的鸽子？回去问问蓉蓉不就知道了吗？哎，这事过去很久了，他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也不必太在乎。好，这事情我们不再说了。嗨。嗨。啊，我跟何塞有事儿，你先回去。拜拜，常来。拜拜。你先坐一下，我送一送。不急不急，你忙你的。何塞知道你跟他表妹的关系吗？应该不知道吧？蓉蓉嘱咐过我，别跟任何人说。按道理，你我都不应该告诉。他未婚，你离异，有什么不能说的？蓉蓉这人比较谨慎，要不就是怕罗琦生气吧。罗琦是怎么认识蓉蓉的？在你们公司还是律所的年会上，我没关心过这事儿。要不你回去问问罗琦，不行，我现在问蓉蓉也是。哦，不用，我就是随便那么一问。罗宾，要不这事儿你别管了，我自己去找罗琦，亲自跟他说成吗？你不要着急，稍安勿躁，一定会解决的。再多问一句，罗琦知道你的女朋友是蓉蓉吗？应该不知道吧？我又没跟他说过，他知道这事儿不更炸了？那小安见过蓉蓉吗？在我妈那儿好像见过一次，我当时也不在，我问我妈。别，我也就这么一问。电梯来了。不是，我主要就是怕他被他那个律师给挑唆了。刚才23楼的律师，你看，我懂。以前挺好的，我每周都能见小安一次，现在突然不让见了，说什么去旅行啊，在国外啊，我还真就信了。我说了，稍安勿躁，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我。不，我还是不放心你。你说了交给你了，可以吗？交给我，放心回去吧。我真相信你啊，回去好好休息。我相信你。哎，到底是罗琦不愿意来呢，还是你不让他来啊？那是你自己想问我，还是罗宾长你来问我？我是主动请缨的。那你是以罗宾助理的身份来问我，还是以我女朋友身份主动找我闲聊天？我提醒你一下啊，我们这个律所呢，虽然不是哪里都是监控，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你好。你好，罗宾现在正好有事儿，来，你们先到这边等一下。哎，先到这边等一下。哎，他说的很多东西不符实。有什么事儿吗？对不起，我需要和您谈几分钟。不好意思，我有客户，请你到隔壁的会议室等一下。我只需要1分钟，我现在就可以说。你打断了我们。我是罗琦的律师，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如果说您的朋友季宇先生想见他的孩子，那就去法院告我们吧。
我们法院见。非常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应该把他拦住，是我不好。没关系，你们继续。不好意思被打断了，您继续说。我以前在书本上见过“处事不惊”这句成语，没想到这次真的是见到本人了。谢谢您的夸奖。你还要给这种人工作，还要给这种人当助理吗？不是，你先冷静一下，你又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别再替他辩护了。我没有辩护，我这是辩解。我没跟你开玩笑。任小年当初是我们的客户，后来成为了你们的客户，我们不也没有说什么吗？任小年是你们先激怒了任小年，所以任小年才来找的我们呀。即使我们不接，他也会找其他律师、其他律所的。同样的道理，肖凯丽之所以不找你们，找我们，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给他他想要的。肖凯丽想要的，不见得是符合他利益的呀。当初任小年之所以选择你们，也就是因为我们给的专业意见和他想要的不一致啊。任小年和肖凯丽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任小年是和你们解约以后才来找的我。你说的太对了，解约。任小年好歹和我们还有约呢，可是肖凯丽呢，跟你们压根儿就没有约。所以罗宾才可耻啊！他是在我们律所认识的肖凯丽，是在我们律所我们的地盘上，这叫什么呀？不择手段，唯利是图。麦飞，你冷静一下，罗宾他不是这种人，你肯定误会他了。他是哪种人，不是哪种人，你怎么知道啊？你们才认识多久啊？好。如果罗宾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的不择手段、唯利是图，那么他当初就不可能会为了我去跟任小年翻脸了。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真的不知道别人都怎么传你们吗？怎么传？说你们的关系很特殊，说罗宾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跟他的客户翻脸过，你也是唯一一个。那要是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我觉得都交给你了。太谢谢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哪里？应该的。那您费心，好吗？好，拜拜，谢谢啊。拜拜。拜拜。这都很正常，案子是案子，友谊是友谊，而且我觉着你接了肖凯丽，还比其他人接了更好。出去。今天我，对不起。把门关上。不好意思，我的助理。没事了，我们接着说。能和解就和解，不能和解，他要起诉也没办法。即使你不接，他也会找其他人。顶尖律师也就这么几个，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撞上是难免的。你是原告律师，我是被告律师，你们起诉，我们应诉，这就是律师的工作。我们也不是什么敌人。谢谢你。不客气，挂了。黛西呢？他在何在办公室，怎么要我叫他吗？对，同时告诉他，只要我的办公室门关着，任何人不准进来。你今天怎么了？感觉有点异常。季玉的妈妈要告罗琦，我给罗琦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一个都不接。我去给他打一个试试。你不要介入。我有一个电话是专门用来在唯品会下单用的，除了打快递，从来没有打过别人的电话，没有人知道。喂。喂。你好，请问是罗琦女士吗？对，什么事儿？幼儿英语了解一下。她没事儿。就是不想接你电话，可能是生你气了吧？好吧。那个黛西，我去跟他解释一下，刚才你肯定把他吓着了。有吗？你发起火来，连我都得躲着你。我发过火吗？对你。
蔡同学，你这是3年级吗？哦，哎，不是，什么事儿啊你？我接孩子。接孩子啊？你们家孩子叫什么呀？叫纪晓安。罗小安。到底叫什么小安啊？我姓纪，孩子他妈姓罗，所以这都差不多吧？什么叫差不多？你连自己孩子姓什么都不知道，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我是孩子父亲，我接孩子，我孩子父亲接孩子啊，跟你们一样。留下好人，我跟你说。你看，哎，说不出来了吧？你不能走，家长都注意啊！来，看好自己的孩子。同志，闹马台必须说清楚，你不能走啊！保安来，保安来，保安，怎么了？怎么了？我接孩子。抓他！你怎么了？你干什么呢？你这？你干嘛？去给肖凯丽起草一份律师声明，下班前交给我。都说些什么？侵犯名誉权，转发要负法律责任，必须立即删除，否则后果自负。人家全文通篇都没有提到过肖凯丽这个名字，人家只是说绿茶 X 这个姓既可以是姓肖，也可以是姓夏呀。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这儿推三阻四呢？恕我直言，我真的觉得您有点太不爱惜羽毛了。鸟如果太爱惜羽毛，就只能关在笼子里。我不明白，您为什么非要替肖凯丽这种人发律师声明呢？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文章中提到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做了，那他有什么好声明的？哦，你干都干了，你还不让别人说啊？你为什么学法律？维护正义，公平公正。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什么叫公正，什么叫正义。在此之前，你认识肖凯丽吗？了解她吗？别说了解，根本都谈不上认识。就因为网上有人在疯传她是小三上位，你就认为她寡廉鲜耻，这对肖凯丽公平吗？网上那些攻击她的人，又有多少跟你一样？你们认为这叫正义？我承认我不了解她，那您了解她吗？据我所知，您也不了解吧？您为什么非要替一个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人去发律师声明呢？如果您刚发完声明，人家就挖出真相，啪啪打脸，您不觉得很丢人吗？这才考验你律师声明的水平。哎，等一下，等一下，哎，早上好，季先生，您几楼啊？同一层。自从你跟我说了我不懂感情之后，我认真的反省了一下自己。反省的结果呢？我懂感情，我能够体会到季玉作为一个父亲的痛苦。作为一个父亲，是有权利探望自己的子女的。探望权，又称见面交往权，是指离婚之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母亲的一方，享有与未成年子女的探望、联系、见面、交往和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出去啊？没有，我来接人。罗律师好。季先生是吧？这边请。肖凯丽的案子你要跟紧一些，问问大致的开庭时间。麦飞在跟咱们商量，问是否可以和解。那你怎么回答？我认为可以。你为什么觉得可以？人家都已经删了微博，而且也服了软了。那如果我当众羞辱你，然后在私底下找你跟你说算了吧，你开个价，你会答应吗？这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王慧珠为什么要骂肖凯丽啊？难道肖凯丽没有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吗？我建议你不要当我的助理。就因为我的想法跟您不一样。这罗宾请的是助理呀，还是奶奶呀，还是少奶奶呀？哎，这要是我的助理，我早给他开了。你是法官思维，不是律师思维，你一直在判断谁对谁错，而不是在维护你当事人的权益。我是在维护他的权益，但是帮理不帮亲啊。律师就是应该尽一切可能，帮助自己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我认为最大的权益是公平。如果你已经预设立场，你已经做不到公平。我没有预设立场，我只是觉得肖凯丽她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那么占理。如果你不认同你的当事人，
甚至讨厌你的当事人，认为他不值得同情和帮助，你就不应该接受他的委托。抚养权纠纷，没有一个大律师愿意接这样的案子。如果不是因为罗宾，你也不会接。我不是因为罗宾，我是因为蓉蓉。蓉蓉是我表妹，我是她表哥，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她求我，我是懂感情的。是吗？你以为我是跟罗宾致谢？不是我以为，是所有人都这么以为。那就是所有人都错了。我希望呢，你也跟罗宾去解释一下，啊，如果他能说服罗琦，我乐享其成。我也不愿意对簿公堂。喂，你好。罗宾今天都有什么事儿？他现在正在和他的助理激烈的讨论问题。我不是在跟您争辩，我是在跟您模拟，一旦起诉肖可丽，她会遇到什么。罗律，我们在开会，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既然非要上法庭，那我们就先来模拟一下。怎么模拟？你还是原告律师，你是原告，我是被告律师。我来模拟被告。那谁模拟法官呢？丽娜。丽娜不行，一旦她行使了自由裁量权，那你不张嘴你就胜诉。我来吧。开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被告罗琦与我当事人原是夫妻关系，后因夫妻感情破裂，协议离婚。但被告多次无端阻止我的当事人探望孩子，甚至是藏匿孩子，导致我当事人无法行使探望权，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且被告未经我当事人同意，擅自将婚生女儿纪晓安改成了罗小安，请求法院判决：一、变更婚生女儿纪晓安抚养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鉴于被告拒绝履行法定探望权的义务，为维护我当事人和子女的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已经向贵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但被告拒绝履行，因此原告才诉请变更抚养权。被告的代理人有什么意见吗？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还有什么意见？我的当事人依法提起反诉。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探望权可以被终止。婚姻法第38条规定，如果行使探望权有不利于对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终止其探望权。你等等啊！我去探望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就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了呢？照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人离婚了，不看孩子是对的，看孩子反而是错了？不是说你探望孩子不对，是说你探望孩子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不利。不是，我还是没明白，怎么我去探望我的孩子，我就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了呢？我十恶不赦吗？我做错什么事儿了吗？罗宾，你知道小安对我多重要，你知道的。请当事人保持冷静，控制情绪，保持冷静。法庭啊，坐。有一天，你把孩子接到你家，然后你突然中午有事儿，你就出去了，就把孩子丢给了奶奶。奶奶告诉小安说，你爸爸帮你找了一个新妈妈，以后你就有2个妈妈了。孩子从你家回来之后就一直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降，而且还经常做噩梦，这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奶奶说了这种话？别，何律师，你先停一下。关于这件事情，我求证了我母亲。老太太说了，她当时跟孩子说这些话的初衷是想孩子知道，1个妈妈代表1份爱，2个妈妈代表2份。有很多人爱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啊？事实上，这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那照你这么说啊，只要是爷爷奶奶说了哪怕是一句半句让孩子不高兴不开心的话，那么爷爷奶奶这一支的人就都失去了探望权了吗？对呀，这没有道理啊！按你这逻辑说的话，90%的爷爷奶奶没有资格去看孩子了。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因为爷爷奶奶说了一句容易引起起疑的话，就剥夺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被告，还有什么理由吗？原告离婚后长期酗酒，患有酒精依赖。根据婚姻法第38条第3款，探望权人有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并可能危及到子女的安全的，可以向法院申请终止其探望权。被告代理人对我当事人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我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变更抚养权，完全是因为被告罗琦情绪暴躁，在工作单位与同事经常发生矛盾，被怀疑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去调查了他的原单位，我们这儿有他的人事总监的一份报告。他的人事总监亲口说，为了让这个人走，他们宁愿花更多的钱。这是该名人事总监的书面证词。卑鄙！这个明明是他们违反劳动法在前，他们不得不赔偿。请当事人控制情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6条规定了4项具体的法定事由：父母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对于子女的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对方可以变更抚养关系，应给予准许。原告的证人证词是不能被信赖的。该名证人和罗琦女士有私人恩怨，属于公报私仇。罗琦去看过心理医生，看过心理医生，恰恰是说明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但是酗酒是严重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偶尔喝多几次，那不能算是酗酒。不是偶尔喝多，是经常喝多。原告醉酒之后常有暴力倾向，曾多次酒精中毒致精神障碍。就算是酗酒又怎么了？贝多芬的父亲他也酗酒，还经常醉打贝多芬。这能说明什么？那您的意思是，父亲酗酒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了？我是说，不能仅仅凭父亲酗酒就断定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中国古代还有一句话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呢。那您是被您父亲打多了还打少了呀？请保持肃静。就在前几天，原告还醉倒在我家，这是我家客厅用于防盗的监控，请大家看监控录像。大爷不让我进去，我说谁是小安？我说记小安是我孩子。请问跟这样的一位父亲生活在一起，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罗宾，你不觉得很卑鄙吗？我赌博吗？我吸毒吗？我只是喝点酒而已，其他我还做什么了？你说我有暴力倾向，我打过小安吗？你是我最信赖的朋友，你录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你让我在这等你看？我是在给你实弹演习。实弹演习，打官司就是上战场，开庭就是开战。还告吗？还告吗？
我觉得就不要让我们家继续出庭了。不，出庭也可以啊，但是有一点，记住，你一定不能生气啊。冲动是魔鬼，如果别人发现你是魔鬼了，那怎么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呢？有一个阶段我是天天喝酒，后来还是罗宾帮我找的医生看的。但他那时候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喝酒，我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他不能拿这事儿来伤害我，他不能。哎，我教教你了啊，你别说这些事儿，好不好？既然你请了我，我说话，你不要说话。可是这变更孩子抚养权对于罗琦来说，他太残忍了吧？是你妈想要，跟他有什么关系啊？那咱如果是真打着官司上了庭，是不是还是有可能会像今天这样？我刚才说过了啊，今天这只是一个模拟，如果真的是实战的话，这只能算是个热身。而且我还提醒你，你如果真的跟罗琦对簿公堂了，那你就不能再这样儿女情长了啊！你们俩就是敌人。外姐啊，我想你给罗琦一点时间，让他静一静，空一空。他现在不想让你找到他，你找到他又能怎样？姐，无论如何，我们两个人见面聊一聊好吗？他把孩子藏起来，肯定是因为怕季玉找着孩子抢走了藏起来，只是先下手为强而已。罗老师，我知道罗琦姐在哪儿了。在哪儿？跟我走。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看您能不能找出一些关于对方类似于赌博呀、酗酒啊，或者说是虐待子女这方面的证据呢？这不合适吧？我其实就是不想让他见我孩子，但是我也没想置他于死地啊。罗姐，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打官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在比狠，比谁狠，要不然就不打了。我确实不想打官司，本来挺好的，各走各的路。他结个婚，对吧？我带着孩子好好过，井水不犯河水的。您想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可对方不想了。对方想的是井水河水都想要。现在是对方在告您，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探望权。所以您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面对被告、被诉、被执行。那我能全权委托你吗？不能。你怎么找来的？你在我身上装 GPS 了？能让我跟我姐姐聊聊吗？我想跟你好好谈谈。我都找律师了，你要谈跟他谈，你跟我老谈什么谈呢？那好，那我先给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我是犯法了吗？我犯法了，你就把我抓起来。你能不能别闹了？你这都是闹情绪。法律规定，我跟你说，法律规定这些事情太深奥了，我根本听不懂。好，那我跟你说大白话哈。小安出生之后，当时你生病了，住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小安那时候就跟着他奶奶在一块生活，包括中间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包括去年你出国去考察。小安也是一直跟着他奶奶，所以说，如果人家对方要求，法院是会去考虑的。小安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孩子，他忙活了10分钟，我忙活了10个月，凭什么归他呀？自动取款机啊，谁插卡归谁呀？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跟小安解释以后他见不到他爸爸？你怎么跟他说？出国读书，出国呀，那就不用解释了。钱呢？我有啊。谁给的？季玉当初净身出户。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那是他自愿的。是，他是自愿。可是他之所以自愿，是因为他想让你跟小安你们俩能过得好一些，能安生一些。他绝对不会想你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从此以后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吧？菲菲，
哎呀，麻烦。你跟踪我？手机上有定位这个功能，我就使用一下这个功能而已。你如果不想让我找到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软件关了呀。你要是关了的话，我就找不到你了。你真的生气啦？我也不知道。哎呀，什么叫你也不知道？就是字面的意思。那你到底是生气还是没生气啊？我说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最近很累，我也很烦。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什么不告诉你？你早就知道，就不肯说。你这没头没脑的，你指什么呀？蓉蓉，早知道了是吧？就瞒着我。我之前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不骗你，在这事儿出之前，我也很久很久没见季玉了。我跟你说，我最讨厌这个人。原来为了巴结你，一天到晚围着我解长解短的，后来用完了，说走立马走了，特别势利。现在知道不合适了吧？也不敢说，也不让人说了吧？这缺心眼的，还挺听他的。你就是因为这个，不让他见小安？我还能做什么？你教教我，我还能怎么做？他每次出现都是一副胜利者的样子，你瞧他嘚瑟的，全世界就他最好，就他最棒，就他最会嫁人，就他最会结婚，就他最会当女人。他是谁呀？我还要接受他教育我的孩子怎么做人，他给我孩子买礼物，啊，在小安面前表现的他跟圣母一样，他多成功啊，我多失败啊！姐呀，小安，哎呦，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有。哦，舅舅，我跳的可好了，老师还表扬我了。怎么表扬的？老师说我又进步了。真棒！他们把我跳舞的视频发到快手上了，好多人给我点赞呢。是吗？嗯，太棒！舅舅，你能来看我演出吗？当然可以，没问题。那你跟舅舅说，你还想请谁来看你演出？我还想让爸爸来看我表演，我好久没见到他了。小安，你在跟舅舅嘀咕什么呢？舅舅累了，赶紧下去。哎，妈妈，爸爸能来看我演出吗？爸爸出差了，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忙。好吧。我们拍张照片吧，好不好？在这儿，来，来，让舅舅先给妈妈拍，来。来啊！好，来看舅舅啊，笑得开心一点。演出成功，成功！小朋友来这边集合。啊，这边。啊。走啊！季玉，快上车，我带你去见小安。哎，季玉，咱还立案呢。别着急，肯定能赶上。慢点喝啊！啊，轮到你了，去吧。啊。慢点。
你好，后台在这儿是吧？啊，好，谢谢。哟，不好意思，先生，这是后台，不能。知道后台，我女儿演出叫纪晓岚，她一会儿跳舞，你让我进去看一下不得了吗？不好意思，先生，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不是，其他家长不都进去，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你通融一下，我进去一下。现在家长已经往外走了，您。爸爸，你怎么来了？爸爸想你了，爸爸来看你了。爸爸，我也想你了。爸爸妈妈不是说你出差不回来了吗？小韩有演出，爸爸得来。今天小公主还是天使？小公主。我的小安就是公主。想不想爸爸？想。有多想？做梦都想。爸爸做梦也想你。想死你了。小天鹅太精彩了！通过舞蹈和形体培养女孩们的快乐、优雅、健康，将是红舞协一直的教育理念。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感谢家长们。来，小安，睡着了啊！来，爸爸抱啊，跳跳嘞！哎呦，那么乖，一会儿回去睡啊，这一会儿感冒了给。送上去吧，啊？好。哎。谢谢。
来，先把鞋子脱了啊。哎呀，这只，来，给你盖被子啊。爸爸，嘿，妈妈说要带我出国读书，我不想去。爸爸，你能跟妈妈说我不走行吗？好，爸爸跟妈妈说，不让他带你出国，也不让他走，你们两个都不走，好不好？好，刚才都睡着了，困了啊，累了，接着睡吧。这儿有一只鸭子啊，我们一起陪你。这是火烈鸟，爸爸。哦，火烈鸟啊。它有名字吗？有。叫什么？它叫火火。火火。哦，火火是火烈鸟。好的，知道了。爸爸跟火火一起看着你睡，好吗？快闭上眼睛。我叫火火，来自南美洲，就是为了遇见你，小安。快睡觉，小安。快睡，快睡。什么呀？这小安的课程表。他奶奶要是想他的话，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吧。就是不走了是吗？不知道。那就是不走了，不走了。